下来小月桥下，小月留我来演。你们哪个不怕死的，尽管来呀！来呀！我来演！独眼龙。 师傅，师傅，您自带我游历出行这么多年，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片刻，却又为何会在这里踌躇不前？哦，你坐下。师傅，你有所不知，此地名叫小月桥。为师当年在此曾认识一个朋友。哦，原来是思念旧友。不错，那人活得像个乞丐。当时就在这小月桥下，如果不是你师娘可怜他，每天给他送粮食吃，他早就死了。我曾听师傅提起过，在您离开师门的第2年，师娘便病死了。是啊，你师娘心善，却偏偏命薄。而那位朋友，当时也差点要了我的性命。啊，此人是何等的人物？既然师娘待他不薄，他又为何会对师父为难？此人非常厉害，就在这小月桥上打死过很多人，甚至还有我的师弟。师父，此人如此险恶，您还拿他当朋友？我问你，你跟我学艺，为的是什么？随师父学艺，当然为的是名扬四海，以后像师父一样，配得宝刀在身。你跟那朋友有些相似之处，对着刀总是有所痴恋。而你不知，当年我就是为了这刀，才引出一些令为师难忘终生的事情。啊，难怪师父会在此踌躇。按理说，这刀本来无论如何也到不了我手中，可是我与这刀上一任的持有者，以及上上一任的持有者，都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师父，弟子愿闻其详。
当年，你师娘不过是茶馆里的一个苦役，那年她才18岁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徐兄，刀剑无眼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王贤弟不必客气。今日馆长大开道场，满镇走卒皆可围观。可这顶了一天了，也不知道谁是。我听闻呐，那老馆主田之尺座下有3宝，一是他那馆主之位，二是他的佩刀3000把。这3把，自然是旁边那位，他家千金啊。此女当真漂亮。是啊，这老馆主还立下规矩，在他身退之时，徒弟中比武获胜者，可继承他3宝。也就是说，可以继承新馆主，亦可配名刀，还可娶他家千金为妻呢。啊，那依我看，那个王泽峰怕是无此艳福。他虽是本镇公子，而他王家又坐拥万贯家财，可这剑术上，显然敌不过对方。承让。不错，屈贤之剑道精进，刚柔皆而有之。王贤之的剑道过于刚硬，纵然杀敌1000，也可自损800，还需领悟。好。贤之如此无礼，即便胜了，难道也不为人所耻冷吗？师父，徒儿在您门下学艺多年，我不求您的馆长之位，也不求您的宝刀3000里，我只求能娶阿彩小姐为妻。此事暂且不提，7日后比武定输赢，到时再说。大哥，7日后就举行比武了，胜者可得我师父门中3宝啊！何为3宝？剑道馆馆主之位，还有那宝刀3000里，和我师父的爱女阿彩姑娘。田阿才，对，就是那位让你魂牵梦绕的女子吗？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对阿彩姑娘是一见倾心啊。只是我不敌那曲小兰。那你的意思是，
我的意思是，若是大哥能够帮我的话，此事嘛，好办，带我见见那曲小兰。多谢哥哥。曲贤弟，久仰久仰啊！原来是王贤弟的哥哥，找在下何事？也没什么。贤弟近来一切可好啊？承蒙照顾，一切还好。王兄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曲贤弟，你要是嫌少，我可以在家，何必动怒呢？在下学艺多年，是为了成师道之志向，并不是为了这些钱财。贤弟何故如此固执呢？我那弟弟王泽峰，无非就是想娶馆长之女阿彩姑娘为妻。到时如果贤弟肯让我弟弟胜了，那宝刀馆主之位也一并让与你。这笔买卖与你是稳赚不赔的。比武之事，事关武馆声誉，胜负并非在下所能决定的。若是故意作弄输赢，则是欺骗了师傅，有负他多年的教诲。好吧，既然贤弟如此不肯通融，那在下也不多打扰你喝茶了。此刀名3000里，乃我年少时与人决斗所得。3000里名震一方，有能者可据为己有，是一直以来的规矩。如今在我馆中沉寂30年，当时唯有明刀明月能与之相对。父亲，那明刀明月此时又在何处？明月如今在为父好友胡鸾尚先生手上。我曾与他相约，以明刀对决，但一直未得实现。不过恐怕这以后再也不能如愿了。因为这3000里，7日后就将易主。这个女儿知道，父亲的意思是，比武的胜者将得到父亲的这把刀，同时成为新的馆主。不错，这是我立下的规矩。我门内弟子众多，尤以曲小兰和王泽峰2人最为优异。但王泽峰今日所为，颇为轻浮，令我
大失所望。曲小兰一向沉稳，正是我所看好之人。曲师兄一向为人耿直，的确是最合适之人。不错，所以我比赛之外再贴新规，胜者可以娶你为妻。父亲，你喜欢那曲小兰是吧？这样，为父就放心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且休息去吧。是，父亲。若是爱惜名刀，何不将它赠予有缘之人呢？刚才阁下沉寂良久，不肯现身，莫不是一直在听老夫啰嗦？不错。哦，不想阁下竟然如此样貌，真是奇人。在下并非老先生之徒，所以准确来说，在下此行是来夺刀的。这个无妨。既然刚才阁下听到了，此刀3000里，有能者可据为己有。老夫并不在意阁下现身此处，刚才女儿在旁，怕她见到刀光剑影，怕是不太好吧？老先生果然厉害，你只看你女儿，怕是早就知道我要在此与你出手吧？敢问阁下姓甚名谁？在下无名无姓，只有一号，我来也。多有打扰，告辞了。
独眼狼是谁？父亲，父亲，你怎么了？果然厉害。阁下，你我打成平手，不如改日切磋。还没完，请老先生出道，我们再比。老朽年迈，体力不如阁下。阁下若想得到此刀，不如7日后再来。届时，此刀已传于老朽的徒弟，可与阁下一决胜负。就是今日比武的那2个草包嘛。也好，那这刀就等于白白送给了在下。在下7日后再来馆上拜访。我看今次我监管要难逃一劫，只怕那曲贤侄要有一番麻烦了。
挡刀！挡刀！挡刀，不错，挡刀。阁下不是田馆长的爱徒吗？不敢当，在下只是在尊师田知耻门下学艺。既然是在门下学艺，若当了刀，岂不是？先生不必多问，在下有些急事，确实是无奈之举，还请先生通融。那阁下的价目是？若方便，请给40斤。这，你是来当刀，而不是来卖刀。此刀跟随我多年，虽然不如家师佩刀3000里，但也极其珍爱，养护有加，并无缺伤。那就给30斤吧。好吧，30斤就30斤。他的刀好像没了。此人怎么会把自己的刀当了呢？青菜，买青菜嘞！来，客官看看吧。新鲜吗？新鲜，新鲜。嗯，早上刚摘的，看看。去，把过节薯交来。哎，您看这萝卜，新鲜了都挺新鲜的。哟，王先生，有何吩咐？舒爷，有笔买卖想请你做。嗨，先生说笑，本就受先生照顾，有事啊，吩咐便是。一会儿把刚才从当铺出来那个人的金子偷了，金子归你，出了事儿我帮你扛着。好，放心吧。夫人慢走。好。公子里面请。公子里面请。慢走。里面请。哎，你这个人，如何这样莽撞？哎，慢走。哎，
吓傻我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个独眼狼啊！啊！你从哪儿来的？给我滚哪儿去！啥？叫我滚？你个臭瞎子，知道老子我是谁吗？啊，老子我是当地庙首空空过街鼠大爷。今天做成了笔生意，喝了酒在你这儿做些施舍，尿你脸上是你的荣幸。跪下，叫声大爷，老子我当你俩金子。我回去了。先生你，若是没了刀，到时比武怎么办呢？这个我自有办法，你放心。钱的事，都怪我不够谨慎，所以你还要继续忍耐几天。我一定想办法。先生你也不用太自责。现今世道混杂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多谢，请等我消息。今天下人来报，他被发现死在小月桥下，我派人把他捡了回来。他胸前3处刀口，刀刀致命。难道是他失手不成，被那曲小兰所杀？依我看，这并非是屈兄的刀法所为啊！哦，凶手既不像曲小兰，恐怕城中另有非凡之人到了，我怕会对我们王家形成对头。此事一时半会儿难以猜透，你且不必多管。比武之事，你可有胜算？既然屈兄不肯跟我王家合作，那我定当尽力了。屈兄，你用这竹剑是什么意思啊？未免太瞧不起我了吧？王贤弟见谅，在下并非此意。剑道者，若套路在心中，则手中草木皆可伤人。好，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师傅，王贤侄，上次屈贤侄让了你，你不肯罢休，这次明明输了，还怎么说？
师父，在下学艺多年，2次败于屈兄之手。好，我认输。但在下有朝一日，一定要娶阿彩姑娘为妻。师父，请再做定夺。屈县知，按照规矩，这把宝刀将借由你来继承。在下小女一直仰慕于你，我曾示下，若得胜者愿意，可娶小女与其为妻。这师傅，弟子在门下广受恩泽，但弟子已有心仪之人。你不愿娶阿彩为妻？弟子所言并非推辞，弟子确已有心仪之人，请师傅不要耽误阿彩的终身。不错不错，同门之内，你喜欢他，他却倾心于他，而他并不喜欢你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阁下果然又来了。少废话，我来夺刀3000里，这次是谁来打？还是他吗？在下天之尺，仍然是这里驿馆之主。好啊，正合我意。我早就说过，你的徒弟不是我的对手，打了也是白白送死。在下就与先生来分个胜负。听着，我乃小月桥下小月流我来也。3000里宝刀现在归我所有，你们哪个不服的，来小月断桥下找我夺刀啊！师父。师父，那独眼怪人当真只一刀就治太师傅毙命吗？不错，那人身法极快，你太师傅之前就被他打伤，加之年事已高，等他第2次来袭，一招之内令家师败下阵来。师父，那人自称小月桥下小月流，我来也，这又是何意？小月断桥，指的就是这桥，而小月流，无非是他的自称罢了。一个疯子上门夺刀，有什么名正言顺之举？况且这3000里的规矩就是，有能者才可归为己有。我当时毫无办法，拒绝了阿彩姑娘，令家事难堪。还没来得及详细跟师傅解释，这怪人却突然上门发难。师傅，弟子有一事不明。既然这宝刀3000里现在在您的手中，弟子十分好奇，他是如何回到您的手中的？那又是另一段孽缘了。我师父
被他打伤了之后，震惊之余，恐怕最为意外的收获，便是我的师弟王泽峰，因为当时他也在场，那独眼怪人的身手被他看得一清二楚，这可能也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。什么？老先生被一独眼狼伤了？不错，家师伤得很重，恐怕过不了今晚了。那你喜欢的那个女子阿彩呢？我败于屈兄刀下，哪有什么资格迎娶阿彩姑娘？哎，可是今天屈兄说他有心上人了，真是令阿彩姑娘十分的难堪呐。这个人好厉害呀，能出手要老先生的命。大哥，啊，你还记得过街鼠是怎么死的吗？今天那个人自称叫小月桥下我来也，我看他出刀伤我师父的那一下，与过街鼠胸前的刀痕如出一辙呀，想必过街鼠也是他杀的。你没看错？不会看错，他一刀将我师父打成重伤。我想他也是剑道中人，还是给我师父留着面子呢。如果3刀下去，我看我师父就跟过街鼠一样了。我命不久矣。父亲，师父见谅，弟子今次没有守护馆门容易。算了，那独眼狼十分厉害，我也非他敌手，你不必白白送死。阿彩，我走以后，你要自己照顾自己。是，父亲。师父，这么多年有属教导，我没怪你。师父放心，弟子3日后就去寻那我来也，夺回3000里。父亲，师父，父亲。姑娘，找什么呢？姑娘来此，有何贵干？3日后，有人来找你夺刀。不就是你所喜欢的？一劫
你父亲所喜欢的得意弟子吗？当你留下，但是求你，能不能饶过他？他不是你的对手。他若来找我，我便一刀杀了他。3000里的规矩，就是有能者可据为己有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你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我要你这身体，你给吗？倘若我给了你，你可否饶过他？你是为了保全他性命，才献身于我。你做这些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这是我的事情，我只问阁下答不答应？你以为我不答应，你就可以走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可以答应我不杀他，但是你这身体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住手！待会儿你要去哪儿？我去办些事情，你不必管了。待我回来，我便想办法带你走。你今日为何出来了？
多谢姑娘相助。自打我来此地，便在这小月桥下住下。若不是姑娘每日送来粮食，恐怕早就饿死了。何必客气。姑娘难道有什么心事吗？说与你也无妨。我自幼跟你一样，也是四处流浪，后来卖身到这茶楼，端茶递水。本来呢，我的心上人要为我赎身，可是后来没得成功，只能继续等了。也好，起码姑娘能有个心爱之人。阁下若来夺刀无妨，向背后伤人，恐怕不太合规矩吧？小兰，啊，是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原来你就是要来这里和人比武。没错。这就是要为我赎身的屈公子。在下屈小兰，应阁下的规矩，特来寻小月流，我来也夺刀。为何收刀不肯出手？算了，这位姑娘每天为在下送来粮食，在下感激不尽，我便饶你性命，不必打了。你怎么就知道你胜得了我？你师父以名刀对决尚且不敌，你手中不过是区区一把竹剑。没错，我以竹剑赢得了管门之争，我却不能以竹剑上得了可想。但是家师命丧你手，我身为家师的首徒，当为师报仇，出刀吧！你身为执剑之人，不必白白送死。3000里就在那里，你可拿了这刀，赶紧走吧。倘若你必报师仇，不如你我做个约定：3年之后，若我没死，你也没死，你可拿着3000里，与我来这小月桥下一决胜负，如何？他所言很有道理，你何苦现在就要送命于他？多谢阁下好意。可是我没有钱，无法替你赎身呢。
是你，非我所偷，也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。走吧。走。他当真这么做了？不错，我一刀未出，他也一刀未出。他便因为你师娘赠饭之恩，将他蓄谋所夺的3000里交还给了我。此人所图为何？事实上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位朋友以命相搏，害死家师，玷污了家师爱女，但又将行恶之果赋于善为之上，让人琢磨不透。师父，那您与他定下的3年之约，您后来可曾回到此地与他决斗？倘若我与他决斗，仔细想来，无论是3年还是10年，结果并无不同。我一定会败于他手。所以，他还刀立下3年之约，一定是怕你师娘为难，所以饶我一命罢了。你师娘第2年便病死了，第3年我回去找过她，但跟现在一样，只有这小月桥模样未改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徒儿，随我来。师父，那怪人后来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听江湖人说他早就死了。3000里失而复得，本应有能力者据为己有，为师无能，却一直秉持在手。师父，弟子愿勤学奋进，望有朝一日如师父一般，配得宝刀在手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难道做错了？不然你想怎样？为师纵然不会阻碍你，但以刀为由勤学精进，下场估计不会比那个人更好。为师担心你这样做会步他的后尘。这把刀只要还在世上，就会有更多有能力者来寻找。但有能力者得到它，也会有更多有能力者继续来夺。所以，他最好的归宿，不如就沉入水底，从此不再流传于世。作为最后一个持有者，也算对未来为他而死的人有一个交代。
此等宝刀，怎可轻易沉入水底？师傅，您虽年事已高，无心练刀，可您知道，世间有多少人对此刀仍抱有执念？所以，请恕弟子不尊。阿彩姑娘，你可说过，愿娶我为妻。我是说过，但我比武输了，没有资格娶你。我决定嫁给你。什么？如今，父亲被那独眼恶徒所害，他将宝刀给了屈师兄，屈师兄为却拼命便逃了。我现已无依无靠，你若不嫌弃，便娶我为妻。但是，你若娶我为妻，求你为我父亲报仇，杀了那独眼狼。好，你说你答应嫁给我，你可不要反悔。我已决定，怎会反悔？我只问，你是否愿为我家报仇？师父的仇一定要报，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叫我来也的。可是，你要怎么杀了他？那个家伙确实厉害。这样，我回家跟我大哥商量一下，我们从长计议。我已写信投给父亲生前好友胡鸾上主，他也会来助我们一臂之力。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令陋室蓬荜生。我今日收到好友千金田小姐的书信，大体情况不必再说。还望胡先生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这个自然，我与你父亲颇有交情，朋友被害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既然那独眼之人如此厉害，我正要与他试刀。我已替阁下安排好了，约了那我来也，明日于小月桥上见面。你想的倒是很周全呢。胡先生辛苦，您与我来也对战，我们王家也会出力的。在下胡鸾上，持明月来此，特来相见。听闻阁下宝刀明月，举世无双。不敢当，阁下伤我好友田先生，却扬言不惧他人来夺。今日为何不携3000里来相见？我已将宝刀3000里转交田先生的弟子，今日我便用自己的刀与阁下一战，如何？好，既然如此，请赐教。
你笑什么？是你输了。不错，确实不如阁下。阁下没有名刀，明确说，阁下就是一把名刀。我少读书，不懂你这些玄理。那曲小兰赢了这次比武，本应她是关主，眼下她已不见，关主无人继承。阁下欲夺宝刀，害死了田师傅，现又将宝刀还给其弟子，而那王泽峰一心想得到田家千金，现在他也成功了。田小姐呢，是想利用他去报仇。这啰嗦什么呢？还不打？小姐稍安勿躁，我们先静观其变。你们三人分别得到了田师傅举世闻名的3宝，但是你们没有得到。哼！你这么爱平息这些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去教书？阁下非常厉害，在下心服口服，告辞。前辈，前辈，在下乃小月桥下，小月留我来也。你们哪一个不怕死的，尽管来呀！啊，来呀！都给我上！怕什么？都给我上！我来也！